四国是日本本土四岛中面积最小的，它原本与本州岛相连，由于陆地沉降形成了濑户内海，四国因此与本州岛分离。四国是日本的行政区划概念。现今所说的四国，除了四国本岛之外，还包含小豆岛、大三岛等附属岛屿。四国岛人口集中在沿海城市区，行政上分为爱媛、香川、高知、德岛四县，山地约占四国岛总面积的80%。四国是日本文明较早得到发展的地区，人类在这里持续居住约1万年，公元前10世纪左右，四国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水稻种植。目前，四国北部仍是稻米的产地。最新研究推测，在2世纪到3世纪之间，各地酋邦从分裂状态向统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大和政权成为各酋邦的中心。受到中国的影响，平安时代初期的僧人空海来到唐朝求学。空海返回日本后，创建了真言宗。他还在赞岐修建日本最大的灌溉池，满农池对当地农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当时，日本仿效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由于当时四国岛分属南海道中的赞岐国、阿波国、土佐国、伊予国管辖，因此该岛得名为四国。目前，参访空海曾修行过的寺院，成为四国岛的一个旅游项目。这趟巡礼将走遍全岛88座寺院，总长度约1450公里。完整的四国88所巡礼一般需耗时40到50天，但现在很多人会一天参访数间寺院，且以乘坐公交或搭乘出租车的方式，让旅途尽可能快速便捷。包括四国在内的西日本原本是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势力较强的地区，但在1192年元赖朝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后，元赖朝建立了以镰仓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元赖朝所建立的武家政权被历史学家称为镰仓幕府。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长达680年的幕府时代的开始。日本自确立天皇制以来，长期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但到13世纪末，嵯峨天皇在位时，情况发生了改变。后嵯峨天皇虽然让位给长子后深草天皇，但由于后嵯峨天皇溺爱宠妾所生的幼子恒仁，后嵯峨天皇迫使长子退位后，他便将恒仁扶上皇位。对于恒仁退位后应由谁来即位，后嵯峨天皇尚未来得及做出安排，便病逝了。2年后，恒仁擅自让位给儿子世仁，是为后宇多天皇，由此引起后深草上皇一家的不满。为了平息皇室内部的纷争，镰仓幕府的首领北条时宗决定执行折中方案，即令后深草上皇的儿子西仁及后来的福建天皇成为后宇多天皇的皇太子，而后宇多的儿子邦治则成为福建天皇的皇储。自此，后深草天皇、龟山天皇2兄弟的子孙轮流成为对方的继承人，历史上分别称呼他们为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后醍醐天皇登基后，按惯例，他应选择出身持明院统的亮仁亲王及光炎天皇做皇储。然而，醍醐天皇废除了两统叠立制度后，册立自己儿子义良为皇太子。后醍醐天皇察觉到幕府的不满后，他便在暗中拉拢对幕府统治不满的武士和贵族，但计划尚未实施，便遭泄露。后醍醐天皇下台后，活跃在各地的倒幕派，在名将足利尊氏、新田义贞等人的领导下攻陷镰仓，镰仓幕府就此灭亡。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后，随即推出一系列加强天皇独裁权力的措施，史称建武新政。然而，由于改革过于激进，最终导致后醍醐天皇被一心想重建武士政权的足利尊氏推翻。后醍醐天皇不甘心失败，他在室町幕府创立后不久便逃出京都。他随后在大和国的吉野另立朝廷，日本历史由此进入到南北朝时期。后醍醐天皇所建立的南朝，除了占据四国岛外，九州岛全境、本州岛面积的1/3也归他管辖，其面积约占今日日本国土的3/5。虽然南朝的版图要超过北朝，但军事实力却并不及后者。在顽抗56年后，南朝被北朝吞并。日本结束南北朝75年后，室町幕府的统治权威已经展现出颓势。虽然南北两朝早已合并，但合并后的幕府并没有如约实现原南北朝双方交替掌权，这引起旧南朝势力的不满。当时室町幕府8代将军足利义政因无子嗣，于是他打算让弟弟成为下一代幕府将军。
不久，足利妻子生下一子，足利妻子日野父子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将军之位。恰在此时，细川胜元与山明宗权为争夺幕府的实权，介入了将军家的内斗，英人之乱由此爆发，这拉开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序幕。在战国时代，四国较强的势力有控制阿波国至畿内地区的三好氏，控制土佐国南部的土佐一条氏，伊予国的河野氏，赞岐国的香川氏等。最终成为四国霸主的是土佐七雄之一的长宗我部氏。长宗我部是土佐国的豪族。1575年，长宗我部元亲在统一土佐国后，占领了阿波和赞岐两国。在当时，织田信长是日本最强大的人，他控制了以京都为中心的半个日本。1582年6月2日清晨，织田信长的家臣明智光秀突然叛变。长宗我部元亲利用本能寺之变后的混乱局面，基本统一四国全境。长宗我部元亲在迈向统一四国之路之时，取代了织田信长，成为京畿掌控者的丰臣秀吉对四国岛发起征伐行动。战后，长宗我部领地被缩减至土佐国一带。到德川家康掌权后，四国原本的各大名都被驱逐，取而代之的藩主是德川幕府较为信赖的武将。在较为和平的江户时代，德岛藩生产的阿波兰是当时日本品质最高的染织品，它成为了当时德岛藩的财政基础。香川的盐产量曾占日本的1/3。位于伊予国东部的别子铜山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铜矿之一，由住友家经营，成为之后住友财阀崛起的基础。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财政严峻的土佐藩是四国最早开始实施改革的藩。在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有贡献人士大都是土佐藩出身。1871年8月废藩置县之后，四国各藩改为县。四国的行政区划在这次调整之后稳定为现在的4县格局。由于外国的低价砂糖、棉花、染织品在明治维新后大量进入日本，四国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当地农业被迫开始转型。别子铜山所在的濑户内海沿岸地区，凭借铜矿资源和水运之力，而成为四国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地区。四国在近代还扮演人口输出地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在工业重镇新居宾市投下威力仅次于原子弹的强力炸弹，可见新居宾在当时日本工业中的重要地位。四国在战后迎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香川县和爱媛县的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作为濑户内工业地域的一部分，实现了工业化。但另一方面，德岛县、高知县和爱媛县南部则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成为四国新的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四国岛内之间的人员流动大幅增加。现在四国民间期待通过加强四国一体化来解决人口减少等课题。